呢一架酒紅色嘅新幹線真係好靚啊！就算冇去過日本旅行嘅朋友都會認識日本嘅新幹線。新幹線講下講下，估唔到已經投入咗服務差唔多60年啦。北邊去到北海道，南邊就去到九州鹿兒島。有搭過新幹線嘅朋友應該唔少啦。一講到新幹線，最出名嘅路線都係最初投入服務嘅路線，就係東海道新幹線，來往東京同埋大阪，途中仲可以睇到富士山添。最高時速可以去到280公里。來往東京同埋大阪呢500幾公里嘅車程，只需要2個鐘頭21分鐘，係全世界最頂級嘅速度嚟。當然係要快先至算得上係新幹線啦。不過呢一架酒紅色嘅新幹線有一個好唔想俾人知道嘅大秘密，就係佢嘅最高時速雖然可以去到320公里，但係實際喺路軌行嗰陣時受到限制，最快只可以開到130公里咋。呢一架新幹線同我哋成日喺機場出去上野嗰陣時搭嘅京成線普通列車嘅速度只係差少少咋。唔單止係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大秘密，就係呢一架酒紅色嘅新幹線並唔係真正嘅新幹線。你喺度有冇俾嚇一跳呢？追尋日本今次會為你介紹呢一架迷人嘅酒紅色秋田新幹線，點解會遭限制速度只能開到時速130公里呢？仲有秋田新幹線唔係真正新幹線背後嘅辛酸故事。有搭過秋田新幹線嘅朋友應該唔係好多，除咗來往東京、名古屋、大阪之間嘅東海道新幹線之外，仲有其他好多唔同嘅新幹線。有山陽新幹線由大阪去到九州嘅博多，東北新幹線由東京去到青森，上越新幹線由大宮去到新潟，北陸新幹線由高崎去到長野同埋金澤，九州新幹線由博多去到鹿兒島，仲有最新2016年嘅北海道新幹線由青森去到函館，預計喺2030年仲會延伸到去札幌添。以上就係而家日本全部6條正式新幹線嘅路線。咦？點解冇呢架酒紅色嘅秋田新幹線嘅呢？仲有啊，去過東北山形嘅朋友可能仲會搭過山形新幹線。喺呢度實不相瞞，秋田新幹線同埋山形新幹線呢2條新幹線有一個不可告人嘅秘密，就係佢哋唔係真正嘅新幹線，而係叫做迷你新幹線。唔知你有冇聽過呢？由福島去到山形縣嘅新莊市嘅山形新幹線，另外由盛岡去到秋田嘅秋田新幹線，喺名上面就係叫新幹線啦，但係佢哋唔係正式嘅新幹線。佢哋有一個好隱恨嘅限制，就係最高時速只可以開到130公里。作為一架新幹線，只可以開到去呢個速度，喺新幹線裏邊可以話係慢駛嘅速度，同一般嘅火車係差唔多嘅啫。或者有熱愛日本嘅朋友會搭個秋田新幹線，由東京出發唔使轉車就可以一夜去到秋田，好方便嘅。每個鐘頭有一班車，乘客人數係唔算多噶。尾班車就喺夜晚8點16分喺東京度開出，去到秋田嗰陣時已經差唔多係深夜嘅11點53分。車程嘅距離係663公里，但係要用成3個鐘頭零40分鐘，平均嘅時速大概只有180公里。雖然已經好快啊，但係比起東京同埋大阪之間嘅東海道新幹線平均速度230公里，慢咗差唔多30%啊！喺數字上面就可以發現秋田新幹線同其他嘅新幹線係有少少唔同。喺日本，新幹線係有一個好明確嘅法例規定，就係主要路線行駛嘅速度要達到200公里，但係秋田新幹線嘅平均時速只有100幾公里。喺法律上，秋田新幹線就根本唔係新幹線，而只係一架普通嘅火車。喺東京出發可以搭秋田新幹線，直接去到秋田，唔使轉車。我哋仔細睇睇個班次表啊，就會睇到喺東京開出嘅秋田新幹線 Komatsu 小町列車，紅色字呢一度都係同開往青森或者函館嘅Hayabusa準號列車，綠色字呢一度啊，佢哋都係黐埋一齊嘅。原來喺東京出發嘅秋田新幹線同東北新幹線係連埋一齊嘅，一齊去到岩手縣嘅盛岡之後，
秋田新幹線 Komatsu 小町列車會同東北新幹線嘅哈ヤブサ準號列車分開，秋田新幹線呢就會向西面出發，開往秋田啦。嗱，正式嚟講，東京去到盛岡呢一段呢係屬於東北新幹線嘅一部分，係屬於正式嘅新幹線。由宇都宮去到青森呢一節啊，最高速度可以開到高達時速320公里，係咁多款新幹線裏邊最高速嘅一段。喺度講咗一大段背景資料啦，終於可以講解問題嘅核心啦。秋田新幹線專用嘅路線就係由同東北新幹線分開咗之後嘅盛岡至到秋田。呢一段路線嘅速度限制竟然係130公里，冇錯啊！由宇都宮以超高速嘅時速320公里一嘢飛到嚟盛岡之後，打後去秋田嘅路程要將速度減低一半以上啊！要同其他散仔嘅火車呢用同樣嘅速度去行，真係嘥晒新幹線嘅性能啊！以龜速1個半鐘頭駛過盛岡至到秋田呢一段130公里嘅路程。平均時速唔夠100公里添啊！呢一個就係秋田新幹線唔能夠成為真正新幹線嘅最主要原因，因為佢實在太慢啦。秋田新幹線被分類為迷你新幹線，係最高級嘅一般列車。究竟係邊一個搞咗呢個咁大嘅整蠱？秋田新幹線行走嘅路軌係同普通嘅散仔列車係共用嘅。喺盛岡同東北新幹線嘅哈ヤブサ準號分開咗之後，秋田新幹線酒紅色嘅Komatsu小町行駛普通火車嘅路軌，最高速都只能以時速130公里駛往目的地嘅 JR 秋田站。乜新幹線嘅車輛可以喺普通火車路軌上面行嘅咩？答案係唔可以。日本火車嘅過去真係好複雜啊！不過唔使擔心，我會好簡單咁講解日本火車路軌問題，同埋秋田市民點樣去令秋田新幹線通車，令到秋田呢個向住日本海嘅鄉村地方都有一個好方便嘅交通網。秋田新幹線真係有一段好辛酸嘅過去。火車軌有一個好重要嘅規格，就係左邊右邊兩條鐵軌之間嘅距離。鐵軌嘅距離喺世界上面呢唔係統一嘅，不過有一個常用嘅標準就係1435mm，即係大概唔夠1.5米咁上下啦。美國同埋英國等等嘅歐洲國家都係用呢個標準嘅，當中包括曾經係英國殖民地嘅香港嘅火車路線都係用呢個標準。路軌嘅闊窄有咩特別呢？嗱，簡單嚟講，路軌越闊嘅話，火車就可以開得越快越穩定啊。但係調翻轉就需要更多嘅土地，同埋費用會較貴嘅。日本喺100幾年之前開始鋪鐵路嗰陣時，唔知點解呢會採用咗比標準更加窄嘅1067mm，即係大概1米多少少。呢一個設計同台灣嘅鐵道係一模一樣嘅。我哋成日搭嘅山手線都係用較窄嘅路軌1067mm啦，JR 絕大部分嘅路軌都係用呢個較窄嘅1067mm。日本喺60年代開始起新幹線嗰陣時，就將新幹線專用嘅路軌改翻做標準嘅1435mm，起過晒啲路軌啊！呢一度就令到新幹線最高嘅速度唔會受到太大嘅限制。嗱，翻嚟秋田新幹線呢一度啦，盛岡同埋秋田之間本身係有普通嘅散仔列車嘅路線嘅，係由田澤戶線同埋奧羽本線組成。呢兩條線都係同其他大部分 JR 嘅路線相同，採用咗較窄嘅1067mm軌距。咦，咁就好奇怪啦，點解秋田新幹線又可以喺東北新幹線1435mm嘅路軌度行，又可以喺呢兩條普通嘅路線上面行嘅呢？你估唔估到係點解呢？答案就係秋田縣為咗引入新幹線，喺普通路線嘅路軌度做咗手腳，改變路軌嘅距離，迎合新幹線。點解秋田縣要搞咁多嘢呢？就係因為有一件事令秋田嘅市民受到好大嘅打擊，唔能夠唔用盡所有方法，不惜重新去鋪過現有嘅路軌，都要去引入新幹線。1964年嘅東京奧運會喺10月10號度開幕，日本政府同埋 JR 都好搏命咁去趕工。雖然有部分嘅路線地基咧係唔穩定嘅，但係都強行將東京同埋大阪之間嘅東海道新幹線趕喺奧運開幕之前嘅10月1號通車。之後嘅山陽新幹線、東北新幹線都相繼通車。
而位置喺日本海方面嘅山形縣同埋秋田縣都係冇高速公路去連接嘅，交通好唔方便。佢哋都盼望有新幹線能夠鋪到嚟自己嗰度。60年代尾，政府打算喺日本各地都興建新幹線，其中包括奧羽新幹線，係連接福島同埋山形秋田嘅。但係好唔好彩啊！1973年發生咗例牌嘅石油危機。我喺講任天堂嗰一集都講過呢個石油危機，日本經濟又大受打擊啦。因為財政問題，政府同埋 JR 就採取一個折衷案。呢一個決定就令到秋田縣嘅市民眼前一黑，一次過要去起新幹線嚟連接山形同埋秋田，財政嘅負擔實在太大啊！但係實際有需要去興建擴大交通網去連接日本海嘅地區，最後迫不得已，日本政府同埋 JR 就做咗雙重妥協嘅決定。第一個妥協嘅決定就係放棄奧羽新幹線呢個計劃，而去用而家現有嘅鐵路設施去起次一級嘅新幹線，即係迷你新幹線。呢一個計劃原來係參考當時法國嘅高速列車 TGV 可以通往其他路線嘅概念。JR 就把原有普通火車行駛嘅1067mm 窄路軌改闊到去標準路軌1435mm嚟到配合正式嘅新幹線。另一方面，普通散仔火車就改裝兩邊車轆嘅距離嚟到配合新嘅闊路軌。呢一個就係第一個折衷案。而第二個折衷案太恐怖啊！日本政府同埋 JR 竟然將計劃限定到通往較近東京嘅山形縣，連接去到秋田縣嘅計劃竟然遭到擱置。秋田縣嘅市民都好愕然。唰一聲就去到90年代啦。1992年，山形新幹線差唔多可以通車啦。山形縣嘅交通將會變得更加方便，商店都期待新幹線可以刺激當地嘅經濟。喺隔籬嘅秋田縣嘅市民睇到山形縣嘅市民都感覺到好無奈，唔知可以點樣好。咁秋田縣知事，即係秋田縣最話得事嗰個人呢，就因應民意，向政府要求秋田縣都要起新幹線啦，唔拘泥喺原本正式嘅奧羽新幹線，就算係同山形縣嘅迷你新幹線相同呢，都唔在乎啦。結果秋田縣就負擔咗部分嘅興建費用，迷你新幹線嘅計劃落實，興建嘅費用壓縮到去差唔多60幾億嘅港元，裏邊包括建設啦同埋改裝路軌，仲有開設新嘅公司嚟購買全新嘅新幹線車輛。呢一度即係點解呢？即係 JR 唔自己揞荷包去準備新嘅新幹線車輛。工程開始啦，首先最大嘅任務就係將盛岡同埋秋田之間嘅路軌電氣化。到咗而家，日本仲有好多鄉村地方嘅鐵路都係冇電氣化嘅，列車都係用柴油引擎去推動嘅。當然新幹線唔可以用柴油啦。另外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工程，就係將路軌完全改裝，由盛岡至到途中嘅大曲長70公里嘅田澤湖線，全部路軌都由較窄嘅1067mm加闊去到標準軌1435mm。喺工程進行嗰陣時，火車都要停駛，不過乘客可以搭臨時嘅巴士去代步嘅。呢度有一幅相俾你睇，你睇下相裏邊嘅路軌，有冇發現有啲咩好特別嘅地方呢？路軌多數都係左右兩邊各有一條鐵軌，但係秋田新幹線呢一段路線嘅路軌係由3條鐵組成嘅。呢一個就係稱為雙軌距，即係兩個唔同路軌距離嘅做法。秋田新幹線剩翻落嚟嘅路線，即係由大曲去到秋田嘅奧羽本線，同埋之前田澤湖線採取唔同嘅做法。大曲同埋秋田之間呢一段呢，就係將路軌改裝成為雙軌距。咁樣做嘅話，以往嘅普通火車同埋新幹線都可以用同一段路軌。秋田縣運用有限嘅預算，用盡各種嘅辦法，用咗5年嘅時間去興建。到咗1997年3月22號，終於可以讓由東京出發嘅新幹線直接到達 JR 秋田站。雖然唔係完美啊，但係都一償心願。而家嘅秋田新幹線係酒紅色嘅，睇落嚟真係好靚。但係當初通車時嘅車輛同而家好唔同啊！我哋先睇睇最出名嘅東海道新幹線先啦。1964年投入服務嘅車輛係咁嘅樣嘅。有陣時睇東京奧運會歷史片段嗰陣時咧，可能都會見過。
呢一架就係靈系車輛，日本人都會叫呢架車做湯圓鼻。仲有啲似70年代 NASA 穿梭機嘅機頭。日本火車迷 Otaku 熟悉各種車輛嘅型號，我當然唔夠佢哋咁勁啦，只係識幾款嘅啫。我就連 MIRROR 嘅成員呢，一個都記唔到。而家東京去到大阪嘅新幹線係用 N700系嘅車輛，車頭係好流線型嘅，好明顯係21世紀嘅設計。最高嘅時速可以去到285公里，比原組嘅靈系快成30%。而秋田新幹線嘅車輛都會稱為Komachi小町。Komachi小町喺日文裏邊嘅意思就係美麗嘅小姑娘。嗱，秋田縣最出名呢就係多靚女，所以好多同秋田縣有關嘅嘢，例如米啊，都會用 Komachi 小町呢個名呢去做品牌。Komachi 就用咗同東海道新幹線完全唔同嘅車輛。第一代嘅車輛係專為秋田新幹線而設計嘅 E3系。外形一啲都唔似係新幹線嘅，反而係似京成線嘅 Skyliner 同埋小田急線嘅 Romance Car。佢嘅最高時速係275公里，車裏面嘅裝修好有90年代嘅感覺，同車款有改裝成觀光用嘅車輛喺其他路線度行，例如有卡位啊、lounge 嘅座位，另外有 bar counter 啦，仲有足浴添啊，真係好多花款。差唔多過咗10幾20年啦，去到2014年，Komachi 終於有新嘅車輛啊！就係呢一架酒紅色嘅 E6系新幹線，睇落去外表拎比舊款呢型仔好多啦，進步幅度咁鬼大，最高嘅速度可以開到時速320公里，比舊款快超過15%。唔單止係外表型仔呢，車廂裏邊嘅裝修都好有現代嘅感覺，而且 Green 車裏邊嘅裝修都幾高級噶，座位隔籬有電掣啦，告示嘅熒幕全部都係彩色嘅 LED， 最犀利唔可以唔提呢個廁所啊！完全睇唔出係火車嘅廁所，坐輪椅啊或者帶住 BB 坐新幹線呢都唔使擔心啦。秋田新幹線 Komachi 雖然係迷你嘅新幹線，但係設計裝修一啲都唔迷你，一啲都冇慳功夫。秋田縣嘅人口唔夠100萬，雖然速度唔係好快啊，但有新幹線行駛已經算係一個小小嘅奇蹟。盛岡同埋秋田之間有好多急彎又有急斜，仲有鐵橋，冬天仲會落大雪添。考慮到安全嘅因素，唔係好適合高速行駛嘅。迷你新幹線或者唔係一個折衷案，可能係一個最好嘅解決方法。好似富士山、東京鐵塔咁樣，新幹線已經成為代表日本嘅象徵，亦都係日本人值得自豪嘅基建。除咗秋田新幹線之外，其他新幹線嘅路線都有佢嘅壯烈嘅故事。一條世界最高速而且係最安全嘅高速鐵路，背後有好多無名英雄。日本已經開始興建次世代嘅新幹線，中央新幹線運用咗磁浮嘅技術，最高時速超過500公里。由東京去到大阪，而家就要差唔多2個半鐘頭啊！中央新幹線就縮短到去1個鐘頭10分鐘，只係要一半嘅時間。可惜2021年10月，中央新幹線興建工程發生咗事故，喺岐阜縣工作用嘅隧道工程裏邊發生咗倒塌意外，一個44歲嘅工作人員喪命，另外有一個工人都受重傷。原定喺11月10號舉行嘅着工同埋祈求安全儀式都遭到延期。新幹線嘅車費雖然係好貴，但係顧及工作人員、員工同埋乘客嘅安全，仲有去達成住喺偏遠地區嘅市民嘅心願，都係值得嘅。追深日本有機會會再為你介紹其他新幹線嘅光與暗。